人世与仙道，葛洪的平衡之道。公元4世纪，华夏大地正处于魏晋南北朝的漫长黑暗之中，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。战火像野草一样蔓延，瘟疫无情地收割着生命。人们一边饱受离乱之苦，一边在精神世界里疯狂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港湾。有人将自己沉溺于玄学清谈，试图用空灵的哲学对抗现世的残酷；有人开始笃信遥远的佛教，将希望寄托于来世的轮回。然而，在所有这些选择之外，还有一条更古老、更现实的道路，被一位集道家思想之大成的学者葛洪清晰地勾勒了出来。《抱朴子》那篇，他直面了那个时代乃至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终极困惑：我们真的能掌控自己的生命吗？而我们今天要拆解的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《释志》。释志顾名思义，就是解释并消除阻碍。葛洪在这篇里要消除的不是外在的敌人，而是普通人内心最深层的两个挚爱。第一个挚爱，凡人都会问：求仙问道和过好我这平凡的世俗生活，真的不能两全吗？难道追求永恒就必须抛弃现世的责任？第二个挚爱，为什么那些看似空穴来风的仙道之术，反而拥有比儒家经典更重要的终极价值？从修仙到搞事业，从长生到顾健康，这篇千年经典拆解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：如何在多重人生责任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永不妥协的平衡之道。现在，让我们用最接地气的方式打开这份尘封已久的生命哲学。修仙是逃避还是隔绝？葛洪在《释志》开篇就先替所有凡人抛出了那个人间清醒的质疑。这问题2000年前戳心，2000年后照样戳心。他问道：人生的道路有千万条，但求仙是最难的那种。要是一门心思修仙，难免就顾不上别的事儿，读书做学问，处理喜怒哀乐的情绪，尽君臣父子的本分，这些难道能丢吗？屏幕前的你，请问问你自己，你想追求的理想生活，是否总在与你现实的责任针锋相对？你对老板说我要花时间健身养生，同时会调侃工作都没做完，还顾得上养身体。有人说我想追求内心平静，远离喧嚣，立刻就会被问父母谁养，房贷谁还。在大多数人眼里，重要的事和想要的事似乎永远是对立的，鱼和熊掌不可兼得。追求理想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。但葛洪的回答却很干脆，很霸气。他没有否定世俗责任，而是直接将问题推回给了质疑者。真正的核心道理都不复杂，关键是你能不能下定决心，坚信不疑。担心世俗责任被耽误，本质上是你自己没立住志向。有本事的人从来都能两者兼顾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上士的境界，对内养生，对外和光同尘。葛洪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上士的哲学模型，这是一种极高的生命境界。在他看来，修仙和过日子的关系不是非此即彼，而是一种合理规划的能量配比。真正的高手是对内守住养生的根本，对外和光同尘，融入社会。对内保精行气服药，把身体这个承载生命的容器养好了，才能长久做事。对外尽伦匡世治国，融入社会，把国家治理好了，才能有和平安定的环境，安心修行。他认为最高的修行恰恰是兼济天下，就像儒家六经用来引导普通人守规矩，而道家方术则传授给志同道合的人。想留在世间，就辅佐君王安邦定国；想超凡脱俗，就驾着祥云飞升成仙。这才是上士的格局。打破修仙必以山林的刻板印象。为了证明修仙与世俗兼容绝非空谈，葛洪立刻拉出了一支星光熠熠的神仙职场人天团。这每一个案例都足以打破我们对修仙必须隐山林的刻板印象。黄帝，他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初祖，扛着治理天下的重任，统一部落，发明文字，制定历法，忙得脚不沾地。
日理万机，但他最后却在鼎湖成龙飞升。他证明了政务的繁忙挡不住长生的决心。彭祖他当了800年的大夫，天天处理政务，直到晚年才潇洒地向西去往流沙修仙。他证明了修行是长久之计，而非一时冲动，可以在尽完世俗责任后再圆满。老子他在周朝当柱下史，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，一边整理典籍，一边悟道，最终留下5000言得道经。他证明了在最高学府或国家机构中也能接触并参悟大道。姜尚70岁还在渭水钓鱼，后来辅佐周文王、周武王推翻商朝，成为太师，功成名就后才专心修仙。他证明了修行不分年龄，世间功业可以作为修行的资粮和证明。葛洪总结道，古人之所以能得道又匡世，关键是他们在朝堂上隐居，心里守着修仙的初心，手上做好该做的事，精力足够用，根本不用非得跑到深山老林里把百姓的事都扔了才算修行。天性厌世的隐士。当然，葛洪也展现了充分的包容心，他也尊重那些天生不适合职场的人。他说，有另一种人，他们性格安静沉默，讨厌热闹喧嚣，把自由自在当快乐，把当官掌权当负担。他们穿粗布衣服，吃野菜粗粮，拿着农具种地，守着贫而乐的心境过完一生，给再多钱再大的官儿都不稀罕。这种人就算不懂修仙，都懒得应付世俗，要是懂了神仙之道，肯定更不愿意被官场束缚。葛洪特别强调，人各有志，不能用一套标准要求所有人。葛洪打破了修仙必弃世的迷思，核心逻辑就是修仙的关键是心的坚守，而不是行的逃避。只要志向坚定，在哪儿都能修，根本不用和世俗生活死磕。修仙的终极价值，生命比千金更珍贵的恩情。在反驳完修仙与世俗的对立的观点后，葛洪话锋一转，抛出了一个更重磅的论断，直接拉升了修仙的价值坐标。他说，世人都说一句良言值千金，但那多半说的是对军国大事的建议，或是对个人品行的评价。要是有人告诉你长生的秘诀，传授你不死的方法，这可比千金良言贵重多了，简直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恩情。他举了一个非常实在也非常触动人心的例子。要是有人得了重病快死了，突然有人能把他救回来，病人和家属肯定会把救命恩人当成再生父母，觉得这份恩情比山还重，这是救一人之恩。可要是按照仙经上的方法炼制酒丹化育金玉，就能让全天下的人都不死，这份恩惠可比救一个人大多了，这是普众生之功。葛洪在这里其实是在纠正一个认知偏差，人们总觉得看得见的好处才珍贵，比如金钱、权力、官职，他们追逐名利，却忽略了最根本的财富是生命本身。就像现在的人忙着加班挣钱，追逐名利，却把健康熬垮了，等到生病住院才明白钱买不来命。葛洪2000年前就看清了这一点，能让人活下去、活得长久的方法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。在魏晋乱世，道家的修仙之术不是消极避世，而是一种积极养生，它是一种主动掌控生命的希望。它不像儒家只讲安于天命，也不像佛教追求来世解脱，道家就是要在今生把生命握在自己手里。这部分的核心逻辑，葛洪通过救命的恩和长生之术的对比，凸显了修仙的终极价值。能守护生命的方法比任何世俗的财富都珍贵。求仙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而是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态度。求仙制药不用搞复杂，3大核心抓重点。很多人觉得修仙玄而又玄，肯定要背无数经书，练无数法术。葛洪立刻打消了这个顾虑，给出了核心方法论。他直言，想求神仙，只要抓住最核心的要领就行。核心要领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保精、行气、
服一大药，不用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。这句话就像我们常说的，成功的秘诀就那几条，但能做到的人很少。葛洪强调名师和勤奋是在避免两种误区，空想主义和急功近利。修仙和做任何事一样，都需要正确的方法加上持续的努力。接下来我们详细拆解这三大核心，葛洪生命管理哲学的三根支柱。第一，行气，最精密的生命能量管理术。行气是道家修仙的基础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科学的调节呼吸，激活身体的能量。行气的好处，从治病到止血，葛洪先讲了行气的好处，一下子就抓住了普通人的需求。行气不仅能治百病、防瘟疫，还能防蛇防虎、止血其痛，还能让人不饿不渴，延长寿命。正确的呼吸方法能调节心率，稳定情绪，增强免疫力，和葛洪说的治百病、延寿命本质上是一个道理。行气的核心是什么？葛洪给出了答案：胎息。这不是真的不呼吸，而是呼吸达到极致细微的状态，细到连自己都感觉不到气流的出入，就像胎儿在母体中通过脐带交换能量一样。这是在训练身体的极限控制力，达到气凝而不散的境界。请气入门的4步法。第一步，初学之法，节奏控制。用鼻子慢慢吸气，吸满后屏住呼吸，在心里默默数数，从1数到120，然后用嘴巴轻轻把气吐出来。关键，吸气和呼气的时候都要轻到自己的耳朵听不见气流的声音。这训练的是呼吸的控制力，避免呼吸急促，消耗能量。第二步，核心原则，入多出少，要遵循入多出少的原则，吸进去的气要多，吐出来的气要少。验证，可以在鼻子和嘴巴上放一根红毛，吐气的时候红毛纹丝不动，就说明呼吸足够轻，足够细了。这在生理上就是将呼吸频率降到最低，最大限度地进行气体交换，同时减少能量损耗。第三步，循序渐进，增加时长。循序渐进，增加憋气的时间，从数120慢慢增加到数1000。效果，葛洪说，等到能数到1000的时候，年老的人会变得年轻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好。这里的数到1000是呼吸越来越深、越来越长的象征，是生命能量聚集的标志。第4步，时机选择，顺应天时。行气要在生气之时练，别在死气之时练。从半夜子时到中午午时是生气之时，阳气上升，这个时间段身体代谢活跃，练行气效果最好。而从中午到半夜是死气之时，阴气上升，身体需要休息，强行行气反而会消耗能量。这和我们现在强调的顺应生物钟是一个逻辑。行气的禁忌，心性与饮食。葛洪还说了，行气难在哪儿？饮食禁忌，不能吃太多，尤其不能吃生的、油腻的食物，这些食物会让气太盛，难以控制。情绪禁忌，最忌讳生气发怒、易怒。生气会让气混乱，不仅没法凝聚，还可能让人咳嗽生病。所以修仙第一步就是控制好情绪和食欲。房中术不是纵欲，而是科学的阴阳调和。一提到房中术，很多人会想歪，觉得是纵欲的技巧。葛洪立刻纠正了这个误区，将其定位为养生术，核心要领还精补脑。房中术的本质是通过调节男女之事，让身体的能量保持平衡。就像现在我们说，适度运动有益健康，过度运动伤害身体。中庸原则，人不能完全断绝阴阳之事，阴阳不交就会导致身体堵塞生病。所以那些长期独居、心情郁抑的人，大多容易生病，寿命不长。但如果任性放纵，又会损伤寿命。分寸，只有掌握节宣的和，才能不损伤身体。葛洪强调，房中术是辅助养生，它的作用是延年益寿，弥补身体的损伤，但它绝不能替代金丹大药。那些只专注于房中术而不练金丹的人是愚蠢的。他清晰地划分了，房中术是人道的辅助，金丹是仙道的超越。服大药
最超越的能量补充剂。葛洪说的服一大药便足，这里的大药指的就是外丹，经过炼制，能从根本上改变生命物质结构，实现不死的奇效丹药。地位在葛洪的仙道体系中，服大药是最核心、最超越的要素。修仙的完整闭环，保精行气是养内，管理现有能量；服大药是补外，补充超越性的能量。只有两者结合，才能达到长生甚至轻举飞升的效果。原则强调贵精不贵多，必须有名师指点，才能知道哪些是真方，哪些是伪方。这就像现在我们生病要遵医嘱吃药，而不是自己随便买补药吃，道理是一样的。总结三大核心是守护根本能量、保精、调节能量流动、行气、补充超越能量。大药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生命科学体系。别瞎读书，修仙要避开信息陷阱。讲完方法，葛洪立刻给读者提了个醒儿，他遇到的问题比我们今天的信息焦虑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痛批当时的道书市场，道书之出于黄老者，盖少蓄耳，率多后世之好事者，各以所知见而滋长，遂令篇卷至于山极。他就像一位信息管理大师，告诫我们别盲目的什么书都读，要仔细挑选好的书，再用心学。盲目努力的代价，葛洪批评了一种初学者的通病。这些人不会分辨书的好坏，只要看到是道家之言，就赶紧买回来堆得满箱子满筐，然后绞尽脑汁去研究。结果是什么？这就像掏燕子窝找凤凰蛋，在井里抓鳝鱼。就算再勤奋，也不可能找到想要的东西。最后不仅学不到能用的方法，还白白浪费了时间，累得够呛，却一点收获都没有，徒劳无功。这种盲目收集信息却不筛选的问题，在今天更严重。我们收藏了一堆干货，却从来不看。买了10几本成功学的书，却连最基础的概念都没搞懂。更严重的后果是认知偏差。当这些人失败后，就会指着他们说：“你看，修仙这么勤奋都没法修仙，说明天下根本没有不死的方法。”他们不知道，不是河里没有鱼，而是他们没找对渔网。圣人经典的局限性，葛洪还给当时的热门道书划了重点，并指出他们的局限性，批评老子。老子的《得道经》皆泛论教略耳，他讲的都是宽泛的哲学道理，没有从头到尾把修仙的实操方法说清楚。它是道家思想的基础，不是修仙实操手册。批评庄子、文子这些书的主旨是清净无为，但核心思想是起死生，认为生与死没有区别，以存活为徭役，以除魔为休息。这种思想与追求长生不死的仙道宗旨已经是千亿里以的距离，根本不值得沉迷。葛洪痛心疾首。现在有些人把老子、庄子当成遮羞布，用清净无为为自己的懒惰、自私找借口，是对圣人经典的误用。核心逻辑，修仙不是盲目努力，而是精准发力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筛选信息的能力比收集信息的能力更重要。为仙道打一场逻辑之战。葛洪知道，光讲修仙的好处和方法还不够，他必须直面社会主流对隐遁者的道德、政治和知识体系的质疑。他用巨大的篇幅打了一场逻辑严密的辩论战。大家都去修仙，谁来治理国家？质疑的尖锐性。圣明遇事，唯贤是宝，而学仙之士不肯进换，人皆修道，谁复做正事哉？如果精英都跑去修仙，朝廷将人才枯竭，国家将乱。葛洪的回答：你们夸大了修仙者的数量，杞人忧天，人才充沛论，现实主义。葛洪说，现在是太平盛世，国家元凯伟极，贤才堆积，士有待赐之志，官无暂旷之职。有才能的人多到用不完，多几个修仙的人根本不影响国家运转，不争竞无大损，定位清晰，
隐遁者追求的是全身久寿，与世无争，非争竞之仇，无伤俗之负。他们只是森林中的奇花异草，对整片森林的生长毫无影响。他反问，这样的人1000年之中也未必有几个，你却担心君王没有大臣辅佐，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修仙是悖伦常，招罪祸，不值得争议。隐遁者可能被扣上背事主而有不臣之慢、不忠不孝的罪名，最终长生没修成，反而招来杀身之祸。葛洪的回答：圣主宽恕，尊重天性，尊重个人天性，人心不可同，出处各有性。每个人内心想法不同，有人愿意出世，有人愿意隐居，这是天性，不能用一套标准去强迫。圣主的包容，真正的圣主也就是有道之主，含垢善术，他们不会因为有人选择归隐而心生嫌恨。历史佐证，葛洪援引了子晋放弃太子的之位，隐袭奇去侍卫的职务，这些行为看起来不孝不忠，但君王却能明白这些人的追求和别人不同，不能用世俗的责任来勉强。核心理念，修仙是个人选择，不会伤害别人，也不影响社会，不应被贴上不负责的标签。五经不在，周孔不言，说明修仙是假的，终极的致命的质疑。如果仙道是真的，为什么作为知识大全的五经不记载？为什么最智慧的周公孔子不谈论？葛洪的回答：圣人有专攻，知识有边界。他直接打破了五经无所不包的神话，圣人的知识盲区。葛洪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，你这就像顶着水盆看天，却看不到日月星辰的明亮，只在河边伸了下脖子，就说不知道深海里的奇观。他抛出了一连串灵魂拷问，这些问题在当时没有答案，用来证明五经和圣人都有局限。天文，周天的度数是多少？日月运行遵循什么规律？七星的位置怎么变化？地理，四海的宽度是多少？宇宙之间的距离有几里？天的上面是什么？地的下面靠什么支撑？意象，日晕月逝，彗星出现，云气变动，预示着什么？他指出，这些举目所见的自然科学知识，五经中尚且没有详细记载，需要去阅读吴贤、甘公、石申等人的七要记。既然天地这么大，眼睛能看到的都搞不懂，何况是玄之有玄，妙之极妙的修仙之道呢？奇人异事的佐证，为了进一步证明存在与否不能靠是否被记载来判断，葛洪又举了一大堆当事人认为确实存在的奇事和异术：自然奇观，烧不坏的木头，点不热的火，精卫填海，教让树轮流生长；身体奇能，黎珠能在100步外看到毫毛，孟奔下狱能举起万钧重物，越人能用针救活死人，民间方剂，宋公能刻出和针叶一样的玉叶，公输班能做出会飞的木头鸟。葛洪总结，这些奇事有成千上万，五经没记载，周公孔子没说过，难道就能说没有这些东西吗？核心结论，圣人的智慧和修仙的智慧是2个领域，儒家经典是人伦教化的教材，而仙道经典则是道术和方剂的指南，不能用人伦的圣人没成仙来否定仙道的存在。穿越1000年的启示，葛洪的智慧现在还能用吗？读到这里，我们可能会问，葛洪讲的修仙方法现在大多没法验证，他的思想还有价值吗？答案是肯定的。那篇释智的核心不是教我们怎么成仙，而是教我们怎么在复杂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人生平衡。这种智慧在今天依然闪闪发光，奸计与独善的平衡之道。葛洪说的上士内保养生，外和光于世，就是现在我们说的既要仰望星空，也要脚踏实地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精神追求，比如养生、爱好、理想，也必须做好自己的世俗责任，比如工作、家庭、义务，不用把两者对立起来。你白天是兢兢业业的职场精英，晚上是爱好艺术的创作者，你是忙碌的父母，同时坚持健身养生，这都是
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现代实践。核心聚焦的做事方法。葛洪强调修仙抓住保精、行气、服大药3个核心，不用搞复杂。这告诉我们，做任何事都要抓重点。现在的人容易陷入多任务陷阱，想同时学10样技能，做5件事，结果样样都不精。找到自己最核心的目标，集中精力把核心事情做好，比贪多求全更有效。学会说不，才能把精力留给最要紧的事。尊重差异的包容心态。葛洪反对用一套标准要求所有人，既尊重入世为官的人，也尊重出世修仙的人。这种各从其志的理念在今天依然重要。我们不用强迫别人和自己一样，不用嘲笑追求稳定的人没志向，也不用指责追求自由的人不负责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节奏，尊重差异，才能活得从容。主动掌控的生命态度。葛洪修仙的本质是主动掌控生命，而不是被动接受命运。现在很多人喜欢躺平，当然不是被动躺平那种，觉得努力没用，不如听天由命。但葛洪告诉我们，生命是自己的，就算不能长生，也可以通过学习智慧，活得更健康、更有质量。无论是健身养生、学习成长，还是追求理想，都是主动掌控生命的体现。这才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态度。葛洪在乱世中写下《抱朴子》，是想给人们一条在苦难中守护生命的希望之路。今天我们读内篇释志，不需要真的去练胎息或房中术，而是要吸收其中的平衡智慧。在世俗与理想之间找到平衡，在忙碌与养生之间找到平衡，在随波逐流与坚守自我之间找到平衡。就像葛洪说的，要道不凡，所为先耳。最核心的道理从来都不复杂，关键是你有没有立住志向，坚信不疑。这就是千年经典留给我们的最好礼物。感谢收看本期盗物阅览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启发，请点赞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继续在古籍中寻找失落的智慧。